来吧，新玩具。而且这家公司之前出过小比例的霸王龙和猩猩队长，这一回小比例的电影线外传大黄蜂也做了出来。样板阶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的变形设计如何。车窗这一圈全部使用了透明零件制作，整体看起来车型的还原度大概其有个7788，但是呢，可能碍于这个零件过于小啊，身上的分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一些密合的面板线上边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了。基本上隐藏度还可以啊，但是它用的是假胸设计，屁股这里作为了胸甲的部分，你从这个面看起来的话，其实影响不算太大。稍微的侧一点点就容易暴露出来人形胸甲的部位，而且显得屁股这一节稍微的有一点点长。配件内容有一对张开的替换手，双造型的臂刃和手炮，一张战斗面具的替换头雕，另外还带了一个洗澡的小黄鸭，造型也是挺可爱的。车型的长度将近8公分左右，宽度在3公分多一些。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一款是如何变形的吧。首先第一步，先把车屁股后边这里2块小的挡肉零件翻折，压到头。肚子下方打开这2块盖板，中间有一个凹槽卡在手臂上。后轮这里顺着这个方向拨开，这里边的双关节往前折叠，先折开这一节。然后注意后轮的位置的一个变形，中间这里是有一个扣子的，把它对上。然后这一块挡泥的位置翘起来，轮子再往内收，折叠起来，算是压到一个最小的幅度。拆开前方倒车镜的位置，把整个的这个大挡风剥离，双关节180度往后翻，然后后边的这一块脱开。手臂的位置，原先和这块面板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进行连接，我们把它整个的卷起来，翻开。上边这里的车窗位置打开，往后折90度，通过开口的关节，把这个小翅膀折叠到这边来，对折一下，缩短它，贴合。变成人形的后背，可以看到它的胸部和背部造型的这2个轮子都是使用了假零件来处理。继续往下卷，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扣，对应里边的凹洞，结合胳膊中间的扣子结合位置打开，然后手臂旋转正，这里的双关节调过来，小臂扭个180度，头部归位。脖子的滑道往下压，上半身我们搞定差不多，来看腿部的变形。首先，左右中间结合的扣子打开，这里边不光是这一处扣点啊，中间还有一个 T 字的连接凹槽，和大腿上边左右锁着一个扣眼，记得把这儿同时的拆开。我们来看腿部这一块的变形，先把这里往出翻折，打开。车头下方这里有一个双关节的零件，把它翻过来往后折叠，这里形成的是脚后跟的位置。接着侧面这里的挡泥旋转一个90度，打横过来，腾开所有的空间。这块前轮旋转180度，然后再向内侧转90度，最后在90度放平。这一块是脚底的位置。侧边的这个挡泥，我们把开口球碗往上折90度，再往回折90度，填过来一个弧线的造型。脚丫子现在我们就变好了，往后放。这2块门板顺着中间的双关节对折，记住根部这个双关节啊，也是要拉平放下来，对上。这个时候这里出现了2个卡位。把这一块面板旋转180度，用凹槽把2个卡位同时定住，小腿就结合上了。脚丫子归位放过来，胯部关节这里是一个双段的折叠，打开，再从球关的位置把胯折正，放下来。侧面的这片腿甲90度旋转过来，贴到大腿的外侧来。
然后这个长得奇形怪状的 T 字插扣啊，跟这个裆部翻折过来填到屁股后面去。那么好，稍微的调整一下 RT 的这款外传大黄蜂就变形完成了。人形的这个神态把握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相比来说比车型的这个分数要高很多了。我觉得这一款在设计之初就是以保人形为目的的，胸口这一块使用了假的零件，所以两个大灯这回变成了透明的造型，而不是像车型状态下的两个涂装出来的面了。背后这里也算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包裹性，用真的侧面的车玻璃做出来的这大黄蜂背后小翅膀还是挺灵动的。这两个轮子是假的，从肚子里边翻出来了，用里外面的切换，整体银色了，包括一些细节的涂装处理效果做的还是可以的。其实让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次的头雕刻画，作为一款小比例的玩具，能把头雕处理的细节涂装做的这么的精致，也是非常不错了。包括眼睛里边甚至有一圈蓝色的金属漆的圈做出来瞳孔的效果，头上这些细节里边的涂装做的也算是一丝不苟，甚至可以看一下这个球装的位置，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头部空间啊。所以也能感觉到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之下，其实用肉眼看起来拿在手里边是相当精致的。同时好看的还有腰腹部这一块的涂装处理，用金色和银色区分出来的细节，还是很好看的。腿肚子的包裹完整性还不错吧。来看可动，因为变形的需要，头部的可动性非常好，360度旋转，抬头能抬到一个相当大的幅度。甚至因为变形的关系啊，它根部这里的脖子是一个长长的滑道，你甚至可以把它拉长，这样子就很奇怪了呀。但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比例状态下脖子有点缩起来的话，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稍微往出拉一点点，这样人就会显得精神一些。替换头雕也很简单，顺着这个球拔掉就行，安上这个 ET 的战斗面具。细节涂装勾勒的还算不错。胳膊顺着这个关节其实已经能举到个70-80度了，但根部这里因为变形的需要，还有一个开口的球腕，所以它可以举得更高。360度旋转没有压力。顺着肩膀、肩胛里边这里已经有了一段左右旋转的关节，再加上开口球腕这里还有一定的活动性，所以也相当于半个蝴蝶关节的处理了。手肘这里因为做了一段开口的球腕，这一段也是变形的需要，360度可以旋转，同时加上这一段两个关节举起来，手臂曲臂的幅度也很大。手腕360度的旋转，替换的时候直接拔下来就可以，换上这个张开的手型，或者直接插臂炮。可以在小臂的这个扣子上边安插臂刃，装上以后松紧度还是非常舒适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臂刃的细节刻画，很精致。腰部的可动，它这回坐在了腰和胸中间这一块的位置，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呢可动的幅度还很大，可以左右的歪胸，来回的旋转，前后的弯腰，通过这个球关都可以实现出来。胯部前踢可以举到很高，后踢造型这一块并没有什么干涉啊，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侧踢的话，稍微得把大腿的这块裙甲让开一些位置，基本上可以踢平。而且因为变形的需要啊，它这里边又是一个开口的球，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前后折叠的关节，所以它的大腿可以解锁出来更多的姿势。膝盖这里一段关节折个120多度没问题。脚踝左右有大范围的整脚接地，但是因为这块变形的关系啊，轴在后方，所以你在前后稍微活动的时候，这里容易穿帮。不过整体来说，这一款人形的可动幅度还是相当夸张的，甚至可以做出来那种团在一起非常紧凑的姿势，都完全没有问题。一般玩具很难做到的这种夸张动作，这一款也是完全不在话下的。再加上给我感觉这一次整个的后背处理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操作，虽然使用了不少的假零件来处理胸部和背部的一些造型，
但不得不说，使用假零件的好处就是它造型可以做到更加的漂亮，而真假车头的切换以及完全不同于我们印象当中这种甲壳虫外传风的一个变形套路和逻辑啊，也算是变形起来非常有乐趣的。但毕竟因为这个玩具的尺寸过于小了，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细小的零件把玩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人形的身高在8.5公分左右，相较于小号手的这款外传风比较起来，也是要小上一圈的。总体来评价一下吧 ，RT 的这款电影外传小黄蜂整体的一些做工素质，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用料材质很靠谱，涂装的细节、点缀的这些分色处理，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到位了。人形保证的非常高的一个还原度，而且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可动性，这点是值得称赞的。变形过程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些大黄蜂的这种设计概念，在逻辑上面做了一个前后的传统颠覆，这个在把玩上面新鲜感是绝对够的。但变形的过程中，这个操作的难度比较高，在车型状态下的表现，我觉得还差了点火候啊。毕竟要保证一个更好看的人形以及高可动的范围，再加上零件的一些结构锁限，导致了车型最后的效果，我觉得有点差强人意。但毕竟在方寸之间有限的零件数上面，能确保出一个这么漂亮的人形以及超高的可动性，还有在人形的完成度上一些不俗的表现，可能在这其中设计师还是要有所取舍的吧。那么这款 RT 的外传大黄蜂，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